终于出手了，还没结婚的恭喜啊！那近年来在广大的农村地区，结婚彩礼是水涨船高。最初呢就是老家有套房子就行，然后呢是城里要有房，后来就是要彩礼又要房子，再加上10几万以上的车，即便是掏空了家底儿，还是要背上沉重的债务。就这样啊，依然还娶不了媳妇儿。那现在高额的彩礼已经成为了广大男青年步入婚姻殿堂的拦路虎。现在国家出手大力整治彩礼乱象。2023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地表示了扎实开展高价彩礼、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，重点整治高额彩礼、人情攀比、厚葬保养、铺张浪费等等的陈规陋习。那我国民法典第1042条也规定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天价彩礼，就是说借着婚姻索取财物是被法律所禁止的。而且从中央到地方积极推行了婚俗改革试验区建设，也让普通老百姓看得到结婚的希望。姐妹们，咱又凑一块掰扯这相亲的事儿了。你瞅瞅，这人生啊，有时候就跟演大戏似的。可咱这相亲的事儿，那剧情起伏的比那些天天霸占热搜的热播电视剧还抓马，真能让人一会儿笑得前仰后合，跟个二傻子似的，一会儿又气得肝儿直颤，差点没背过气去。先唠唠上次我一好姐妹去相亲那档子事儿，男方是上海本地的，工作看着还挺体面，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当这个小主管。俩人约在一家特有格调的中餐厅见面。我那姐妹为了这次见面，可真是下了大功夫，精心打扮，提前好几天就开始琢磨穿啥衣服，试了一套又一套，最后选定了一身既显气质又不失优雅的连衣裙，踩着锃亮的小高跟，哒哒哒的走路都带风，挎着精致小巧的包儿，包里还特意备上了补妆的小物件，就风风火火赶去了。一进店门，瞧见男方斯斯文文地坐在那儿，穿着件简约的衬衫，戴着副眼镜，看着还挺知识分子范儿。我姐妹心里还暗自琢磨，嘿，看样子这回没准能碰上个体贴的知心人，开启一段浪漫之旅呢。说不定以后周末能一起去看个艺术展，假期还能携手出去旅个游啥的。哪晓得刚坐下还没唠上几句家常，点菜这关就出幺蛾子了。菜单递到我姐妹手里，她正琢磨着点个既实惠又不失面子的菜，毕竟第一次见面，也不想给人留下个铺张浪费或者太寒碜的印象。刚张嘴说要个糖醋排骨，对面那男的脸色刷的就变了，跟川剧变脸似的，那速度简直让人啧舌。紧接着我姐妹还没来得及瞅第二眼菜单呢，男方冷不丁冒出来一句，听说上海有个女的相亲，第一次见面吃饭就要喝茅台，还非得男方买单，这也太拜金了吧。我姐妹一听心里咯噔一下，啥意思啊这是？合着在这儿指桑骂槐呢。不过咱姐妹也不是吃素的，当场就怼回去，哟大哥，您今儿特意约我在这儿吃饭，不会是提前就怕我也点茅台，把您给吓得够呛吧？我自己赚钱自己花，还真不差这一顿饭钱。我出来相亲是想找个能相互理解、相互尊重的伴儿，可不是来听您阴阳怪气的。男方被噎得脸上一阵白一阵红，那场面瞬间冷得能冻死人，尴尬的能抠出三室一厅。周围几桌客人都若有若无地往这边瞟，男方只能干笑两声，试图缓解这尴尬到极点的气氛。还有一回，另一个姐妹去相亲，男方号称是个创业小老板，开着辆看着还凑合的车来接人，一路上那嘴就跟机关枪似的，噼里啪啦没个停，一个劲儿吹嘘自己公司前景一片光明，以后铁定上市，说的那是唾沫星子横飞，跟下小雨似的。一会儿说刚拿下个大项目，合作方对他那是赞不绝口，一会儿又说认识多少行业大佬，随便一个电话就能搞定别人求都求不来的资源。到了餐厅更是不得了，拿着菜单专挑贵的点，什么澳洲龙虾、神户牛肉，边点还边拿眼睛瞟我姐妹，那眼神仿佛在说瞧见没，我多阔气。等菜上齐了，他又开始显摆自己那所谓的人脉，这个大老板是他铁哥们儿，一起打球的时候那默契十足，那个投资人跟他熟得跟自家人似的，经常半夜还找他探讨行业趋势。我姐妹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插了句话，您这生意做得这么大，咋还有闲工夫出来相亲啊？男方一仰头，鼻孔都快朝天了，得意洋洋地说，我这不是忙事业，把个人问题给耽搁了吗？一般的姑娘我还真瞧不上，得找个能配得上我的，不光得长得漂亮，还得懂事，能支持我事业，毕竟以后我可是要管理上市公司的人。我姐妹心里直翻白眼，
饭都没吃完，借口有急事就溜了。边走边在心里吐槽，就您这副德行还挑三拣四呢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啥模样。就您这满嘴跑火车的劲儿，公司能不能撑过1年都两说，还上市呢，做梦去吧。再讲讲相亲活动里那些奇葩事儿。有次参加那种集体相亲派对，现场布置的花里胡哨，五颜六色的气球飘得到处都是，闪瞎眼的彩灯一闪一闪，跟迪厅似的，看着热闹非凡。主办方还搞了个什么心灵默契大考验，让男女分组互相提问猜答案。我陪着一个姐妹参加，和她一组的那男的脑回路简直跟迷宫似的，9曲18弯。我姐妹客客气气问他，你平时闲了喜欢干啥呀？他一本正经地回答，我就喜欢数钱，看着存折上数字蹭蹭往上涨，心里那叫一个踏实。周末没事的时候，我就把存折拿出来一遍又一遍地数，那感觉比啥娱乐活动都过瘾。周围人听了都憋不住偷笑，我姐妹尴尬地扯了扯嘴角，又问，那你对未来另一半有啥期望啊？这男的眼珠子滴溜一转，说得会过日子，最好能把我每个月工资都存起来，以后养孩子孝顺我爸妈，到处都得花钱，可不得精打细算吗？而且啊，不能太爱买那些没用的化妆品、衣服啥的，浪费钱。我姐妹差点气笑了，这还八字没一撇呢，就惦记着把人当免费管家兼理财顾问啦，想得可真美。当时我姐妹就想，这要是真跟他在一起了，以后的日子不得过得跟苦行僧似的，啥乐趣都没有，每天就围着钱打转。再说说相亲角的乱象，有个周末陪着姐妹去上海那超有名的相亲角逛逛，一进去，好家伙，那场面乌泱泱全是人，跟菜市场赶上大减价似的，人头攒动，人声鼎沸，每个家长都跟打了鸡血似的，举着自家孩子的相亲简历，跟个专业推销员似的，逢人就推销。我姐妹条件那是杠杠的，海外留学回来，在一家外企当高管，年薪不菲，模样长得温婉大气，走哪儿都是一道风景线。可那些男方家长一瞅见年龄，就跟闻到啥怪味似的，撇嘴皱眉。有个大妈拽着我姐妹不撒手，张嘴就问，姑娘，你都这岁数了，还出国留学花家里钱，以后能安心在家相夫教子不？我姐妹涵养再好，也忍不住了，回了句，阿姨，我出国留学提升自己，回来能赚更多钱，又不是在家啃老，咋就不能兼顾家庭了？现在都啥年代了，女性也有自己的事业追求，家庭事业两不误不行吗？大妈还不依不饶，嘟囔着，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啥用，到头来还不是得嫁人。你看你把自己耽误到这么大岁数，好男人都被挑光喽，把我姐妹气得胸脯直起伏，差点当场就跟她吵起来。要不是我在旁边拉着，真怕场面失控。网上相亲更是雷区一个接一个，跟踩地雷似的。我一朋友在某知名相亲软件上认识个男的，照片看着那叫一个精神，浓眉大眼，穿着时尚，资料写的也是光彩照人，名校毕业，在一家大企业任职，兴趣爱好广泛，跟明星简历似的。俩人聊了一阵子，感觉还过得去，就约出来见面。一见面，好家伙，真人跟照片差了108000里，那肚子圆滚滚的，跟揣了个小西瓜似的，头发稀稀拉拉，都能直接看见头皮了，脸上还有几颗明显的痘痘，整个人看起来油腻腻的。我朋友心里虽说有点失望，但想着也不能以貌取人啊，就硬着头皮坐下来聊聊。没想到这男的一开口就问，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？家里几套房？以后要是结婚，能不能把你那套房子加上我名字？我这创业初期资金紧张得很，我这也是为了咱们未来考虑，你得理解我。我朋友瞪大了眼睛，手里的咖啡差点就直接泼他脸上了，蹭得起身就走，边走边骂，呸，还想空手套白狼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你也不看看自己啥条件，还惦记别人的房子，脸皮可真厚。姐妹们啊，咱这一路相亲下来，碰到的奇葩事儿、奇葩人数都数不过来。每次出门前都满怀憧憬，跟怀揣这个小兔子似的，心砰砰直跳，幻想着这回能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。结果呢，每次都是垂头丧气的回来，那心呐，拔凉拔凉的，家里人还不理解，成天在耳边唠唠叨叨，你看你表姐2胎都上幼儿园了，你咋连个对象都找不着？咱心里委屈啊。咱也想找个靠谱的，能一起在黄浦江边悠闲地散散步，吹吹江风，聊聊人生。
周末手牵手逛逛博物馆，欣赏那些精美的艺术品，增长见识。生病的时候有个人在身边悉心照顾，给你端茶倒水，买药煮粥。累了能有个温暖又结实的怀抱靠一靠，听你倾诉工作的烦恼。可这相亲市场咋就这么乌烟瘴气、乱七八糟呢？咱大龄剩女哪个不是在职场上一路披荆斩棘、过关斩将，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？有知识、有涵养、有能力，咋到了相亲这儿就好像一下子矮了半截，被各种挑剔误解呢？那些不靠谱的男人，要么虚荣的恨不得把家底都炫出来，要么抠门算计的跟铁公鸡似的，要么就是个没断奶的妈宝男，啥事儿都听妈的。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底气，不过咱也不能灰心丧气，就把这些糟心事儿当成生活里的特殊调料，虽说味道怪了点，但也让咱的人生变得丰富多彩了些。说不定哪天那个真正懂咱们、疼咱们的 Mr. Right 就在下个转角，带着真诚的能把人暖化的笑容，大步流星的向咱们走来。到时候咱可得把这些年受的气、吃的苦一股脑儿倒给他听，让他知道咱一路走来多不容易，也让他加倍珍惜咱们。